我们主张向法院调取我和朱军的合影，包括我原告，就是我的父母的笔录。法院认为这件事情与相关事实没有关联，不准许调取。我们申请来一位心理学的专家证人，是关于研究应激受创和性侵议题的心理学的专家证人。法院认为这位专家证人和本案没有关系，没有准许。我们要求法院和公安机关对于裙子进行重新鉴定。法院称鉴定机构海淀的鉴定机构没有连衣裙的下落，公安机关说他们从未取过连衣裙。其实这是我们案件的核心事实，但是海淀法院不予调取。整个调查环节到最后才宣读决定，对我们在庭前进行的所有的申请都给予了反驳。就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的更改都没有通过，法院不允许我们对申请、对驳回有任何的反应。如果我们有任何流程上的抗议，张根成法官说我们可以在上诉中提出。在整个法庭的庭审过程才进行到2/3的时候，无论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抗议，海淀法院的张根成院长都要求我们在上诉中提出。他说你们对法庭的流程有任何不满，都可以在上诉中提出。我认为这个是未审先判。到法院的最后辩论环节，在第2轮审判当中，在我个人只进行了10分钟陈述的时候，张根成律师让我终止陈述。在我们反复抗议之后，张根成律师给了我和徐凯律师10分钟的法庭辩论时间，但是最终也没有让王菲律师进行任何的辩论。最后法院没有给我们任何陈述环节，没有给我们任何陈述机会，对这个事情进行总结性发言。最后法院说他驳回我们的全部诉讼请求，也没有在当庭问我们是否有上诉的建议。这个就是整个庭审的全部经过了。然后今天我们的专家证人是专门从上海过来的，我们也在开庭之前提交了申请，但是法院没有准许通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能够做的全部的努力，我没有办法再做什么其他的努力了。我在开庭之前一直在焦虑，每天都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我老是在焦虑我的答辩状写的不够好，我觉得我的答辩状回应写的不够好，写的很糟糕。我觉得我对这个开庭的准备没有做很充分，就是我永远觉得我的准备不够好。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法庭的陈述环节，其实我没有什么机会很充分的进行陈述，我的王菲律师也没有办法为我进行辩论。在第2轮辩论当中也没有办法为我进行辩论，我们最终也没有一个陈述的机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告诉张根成法官我们要上诉，因为他们没有问我要不要上诉。但是我还是会上诉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全部的努力了。那大家不要让专家证人出庭，以及不允许心理专家出庭，不允许我做最后10分钟的陈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做了全部的努力去争取这些，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很伟大。我没有想到会当庭宣布结果，因为这个在民事诉讼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什么，而且我觉得之前的3年，就是从18年站出来到现在，就是那3年对我的生命来说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我没有办法再那样做3年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21岁，但是现在已经28岁了。如果我再这样继续3年的话，我32岁，我是35岁。我觉得这个年纪不是很大，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疲惫了。我觉得这3年跟大家有联系，就可以在微博上面跟大家说话，那3年真的是我的全部努力了，就是我整个身心全部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投入在跟大家互相沟通上面。但是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件事情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再也没有这3年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可以做的全部努力了。就是在这个事情开庭之前，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一定是最后一次开庭。
非常清楚的知道，可能这个是我们沟通的一个结束，可能之后要面对的就是没有办法再和大家说什么，也没有办法再见到大家。但是我本来以为，就是我知道这一次的医诊是结束，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我以为这个事情会更好，或者是起码我走出来的时候，我不用跟大家亲口说败诉的这个结果。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告别，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而且我不知道，我觉得之前的3年非常的珍贵。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我还可以再拿生命当中的3年的时间。我觉得它已经永远的过去了，就是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办法再鼓起勇气再继续坚持3年，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是一个告别。但如果这一次它是一个告别的话，我觉得非常遗憾要跟大家说，就是败诉的一个结果。我本来以为我可以不再。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过几天再跟大家说，我本来以为不会这样。你很棒，特别棒，辛苦了，辛苦了，加油了！我觉得非常惭愧，不知道。不用惭愧，没有，你超棒。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接下来的3年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不要紧的，学习，我们希望你未来能够开心。你自己的生活，你开心就是最重要。已经做了够多够好的。你真的超级棒，谢谢你，你做的够多了。现在我们希望你未来能开心，好好生活。觉得非常的遗憾，没有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你给我们的，是这个历史。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应该谢谢你。对，我们要谢谢你做了这样一次尝试，就非常了不起。共同的一场。对，这不是你的3年，也是我们的3年。我相信，就是哪怕在场的有一些人，可能在未来的3年里面不会，可能很难去做公共发声，但是会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3年。就是所有的人不会停下来继续往前走的。所以如果有人很疲惫的话，他们可以停下来休息。但是我相信，不管是这个事情还是未来的其他事情，我们还是会再见的。所以我相信这也会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印记。我们肯定会提出上诉的，因为我还是觉得，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没有任何触碰到核心事实的地方，就是所有的监控录像、就是我父母的笔录，还有那个连衣裙，他们都不予调取，然后就是在没有触碰到任何核心事实，包括朱军本人到庭进行任何陈述，而且张刚球法官在2次开庭的时候，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就所有的3个法官在开庭的时候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没有问我任何。他们连你为什么要跑？你为什么不跑？你为什么留了下来？你为什么就是证人？为什么朱军的工作人员进来之后你不跑？他们连这样的问题都没有问，所以我并不认可一个。我觉得法院如果要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起码他在程序上面他对至少就是并不是说我不能接受败诉的这个结果，但是我只是希望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充分的讨论，但是在这次开庭里面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充分的讨论，法庭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辩护时间，也没有给我作为当事人或我的律师有一个最后的陈述的时间，然后就直接过了20分钟就宣判了。然后我想说是就是在14年我去报警之后，很多人都跟我说让我不要说出去，但是我没有任何有一秒觉得我不是一个性骚扰的受害者，我也没有任何有一秒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从来没有发生。不管有谁跟我说我应该把这个事情忍下来，我不应该去说这些事情。后来无论是我看到公安机关的卷宗，还是我去在开庭的期间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没有任何一秒钟觉得我不是一个性骚扰案件受害者，我没有任何一秒钟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即使拿了这个判决，我也依然还是要说我就是一个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所以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被这个判决影响，就是不是说不要
不是说对我怎么看，而是无论谁告诉你，就是你要怎么认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是不要被这个事情影响，发生在你身上的事